我是肖达，今天来看国外非常红的《匹兹堡新闻》第一集。Oh, and you got the med students and new interns starting today, so good luck. 这边有 intern。 Like you mean. Oh, sure you want. 台湾是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啊。台湾神志不清的时候还是不会这样。不过急诊真的很多特别的患者，你有遇过吗？有遇过啊。 Wow. 然后急诊又不能拒绝患者看诊。 Sherry, I'm Dr. McKay. Some student doctors with me today. Do you mind if they observe? 哦，你们也会这样吗？会，主治医师啊都会去跟患者讲说，今天可能要带学生看，患者不愿意的话是可以拒绝的。但是我觉得这对见实习的一个学生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经历啦。 Burn my hand on a 然后这个烧伤， What are you doing with the sternum? Cooking. 看起来好 You 痛 were cooking with the sternum? 那种表皮很痛 We 啊 were。making s'mores. Sweet. Miss some s'mores. We've been here for hours, and I have to get them to school. Do you know how much longer this will take? Yeah. Let's see. You taking anything for pain? Not yet. Tylenol, fungi, ibuprofen, and saline dressing. 这边讲的很专业，他讲的是两种止痛药，一个是普拿疼类，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布洛芬，它是非类固醇类的止痛药。那很多人在那个日本买的那个 EVE， 它就是主要成分就是布洛芬，这两个都可以止痛，但是普拿疼啊不消炎，然后布洛芬会消炎，这两个不一样，所以他们一起用的时候，它可以加强止痛。所以这边用1000的那个普拿疼配上那个400的那个 ibuprofen， 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给他吃那个普拿疼就好？2000。那个止痛药它的那个效果，它有一个天花板效应，就如果以普拿疼来讲，它单次最多就1000毫克。那如果超过，它会有伤肝的一个风险，所以普拿疼它超量是急性肝衰竭的一个常见原因。所以那包含说，如果同时喝酒，风险会更高。那个 ibuprofen 也一样，单次剂量它最高就是400毫克，超过的话，它止痛效果不会增加，但它会累积药物毒性，提高胃溃疡啊，还有急性肾损伤的一个风险。那有那种更强的吗？哦，有啊，像那个吗啡，它就是比较强效的一个嘛。但是为什么这边它一部分是给普拿疼，然后一部分给布洛芬，就是因为它很多急性疼痛，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缓解。像吗啡，它是一种鸦片类药物，那它的那个止痛效果很强，但是有很多副作用，比如说像呼吸变慢，然后想吐，会便秘，会成瘾这样子。那如果生理期吃EVE是可以的。会比较不建议吃 EVE， 因为它里面除了 ibuprofen， 它还有加一个那个镇静剂的一个成分，所以它可能会影响中枢神经，造成依赖，然后血小板低下。所以台湾它是没有开放进口，因为它很多国家它是禁止入境哦。的确，目前实证上来讲的话，有一个那个损害的可能。很多女生她不是在生理期的时候，排便上会有一些改变，然后伴随经痛，那其实那个 ibuprofen 它就可以针对这两个部分进行作用，它可以自行去购买，可是你一定要注意它的那个使用剂量。 And we all know Louis Cloverfield. Blood alcohol of 420 at 11 p.m. Been cutting back. How is he still breathing? That's the lethal dose for you and me. That's happy hour for Louis. Sobered up, had 2 rounds of lorazepam. Hold out your hands for me. Another 2 of the resume. Fine. Any script for Librium? It's good to see you, Lou. Always a pleasure, Doc. Bar fight with complete avulsion of tooth number 8. Smile, Charlie. Oh, yes, discharge order, chest x-ray, gotta rule out aspiration. 它这边0.42，它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一个剂量，它会有死亡风险。那个罗拉西泮还有那个氯热氮平，两个都是镇定安眠药。那它一个作用时间是比较短，一个比较长。那喝酒是真的不要配安眠药，会容易出现一个呼吸抑制的状况。长期酗酒的人，他退酒以后，他会出现手抖、躁动这种戒断的一个状况，他严重会死亡。这个时候啊，要给他镇定安眠药，是让患者平稳退酒。这边患者他表现的就是很清醒嘛，是因为他有耐受性。耐受性啊，可以让他活动正常，但超高的酒精浓度是一样会致命，所以不能说看他清醒就觉得他还可以喝，就是这很容易出事。大家去喝酒嘛，然后你朋友如果很能喝，那你看到他整个人都是神志清醒，但是他开始出现手抖，或者说他嘴唇有发青的情况，这就要立刻送医，这代表说他已经那个是有一点酒精中毒的一个危险。 42-year-old male Sam Wallace, blunt head with agonal respiration. Dropped down the T-tracks. Couldn't tube him, LMA in place. Suicide attempt? Rescue. He's a good Samaritan. Took a spill helping a woman who fell off the track. She's right behind us. The trauma one, go ahead. 这个濒死呼吸它是一种无效呼吸，那它最常出现在心跳停止或者说濒临停止的时候，那头部重伤也会哦。那这个患者他敲到头，然后颅内出血、脑压升高，他压到脑干，呼吸节律它会变得又慢，然后又不规律。
这种时候会缺氧，要马上用苏醒球。苏醒球是什么？就是他现在在压的那个东西，那个濒死呼吸，它是很容易被误判为一种正常状态，因为他的那个呼吸形态啊，它是若有似无，好像说有呼吸，然后又没有呼吸。那如果你去测他间隔，会发现说他常常会大于7秒，然后他呼吸声很重，胸部啊是没有正常起伏，出现濒死呼吸，然后它就代表他的心跳啊基本上是已经停止。所以如果你在院外看到有人倒下，然后出现这种呼吸压，就要马上叫救护车，然后并且开始帮他 CPR， 然后胸外去按压。台湾的他们一下车也会这样子，跟美国一样，就是报他的状况。哦，会，而且他其实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就会把资料传给医院了。那有些甚至他现在会有视讯，如果患者他有一些特殊的状况，然后需要团队配合的话，可以先集合团队。哇，这个超可怕的，这个叫撕脱伤或脱套伤，它就是皮肤啊，还有连同皮下组织，它像手套一样，然后整片从肌肉还有骨头上脱下来，这个很严重。它底下的那个血管都会被破坏，所以皮肤它就算接回去，也可能因为说它失去血流，然后供应坏死。这状况它常常是要反复清创，然后可能还要植皮啊，然后还要做一些皮瓣手术，然后严重甚至要截肢，而且它很怕感染，所以遇到这种状况一定要尽快给抗生素。Good breath sounds bilaterally, but we need to protect his Apparently, he jumped down to save the lady. When he climbed back up, he slipped, fell back and hit his head. I need you on the E fast. Pupils 4 millimeters and reactive. Okay, that's encouraging. 那这边照瞳孔，它可以初步判断他脑部的一个状况，敲到脑袋要担心他会不会脑出血。那脑出血如果血压升高，压迫到脑干旁边动眼神经，它瞳孔就会放大，然后对光没有反应。所以如果说照瞳孔有反应，代表说这个当下它是没有压到动眼神经，但脑出血它是一个持续会变化的一个状况。所以有些延迟性颅内出血的患者啊，他会在受伤以后几小时甚至几天，他才慢慢出现症状。所以瞳孔正常是代表说他当下没有压迫，每隔一小段时间都必须要去观察，然后一定要照 CT。Okay, that's encouraging. What do you want for meds? 120 ketamine, 80 of raw. AFib on a monitor. Forces clear. 这边讲的那个氯胺酮，它就是 K 他命，那它是具有交感神经兴奋作用的一种麻醉药，所以当患者他大量出血，然后血压偏低，它是相对能维持心血管稳定的一个比较好的麻醉选择。罗库诺林它是一个肌肉松弛剂，它打了会比较好插管。那这个肌肉松弛剂，它跟我们那个平常在吃那个腰酸背痛肌肉松弛剂不一样，它是会让全身的骨骼肌，包括呼吸肌麻痹，所以打下去它会不能呼吸。Probably anticoagulated for AFib. Check his medical record, see if he's on a DOAC. Stand by before factor PCC if there's a brain bleed. 心房颤动它是心跳不规则的一个状况，那长期心房颤动，它会容易出现血块，然后造成中风。所以很多心房颤动的患者，他要长期吃抗凝血剂。发现患者他出血状况比预期严重，就要考虑说他是不是有在吃抗凝血剂。那抗凝血剂它可以降低中风的几率，但是受伤出血的时候就很麻烦。很多长辈他有心血管的问题，长期在吃抗凝血剂，如果真的撞到头、跌倒，然后有受伤的状况，或是什么时候没有发生，他就会淤青、流鼻血，这个时候一定要积极就医，不要在家观察。我们要怎么知道他有吃？他血流超过多久吗？大概5分钟。正常来讲，如果说我们那个流血的话，一般那个5分钟内啊，它就会自动止血，或者说你去加压啦。如果说超过5分钟，那就要怀疑说他有在吃抗凝血剂。有长辈他有长期在吃一些慢性药，然后比如说像抗凝血剂这一些东西，身上给他带一张用药卡，然后就把它放在他的可能的口袋里面，吃什么药都写清楚，然后包含说他可能吃哪一种抗凝血剂啊。如果说万一有状况，那医护人员他看到这个卡片，他就可以先准备相对应的那个凝血因子，不用说要去等那个找病历，这样可以争取时间。对，就给抗生素，血压没问题。Push the morphine. No, it could cloud her mental stat. I can't do an exam like this. Push the damn 对啊， morphine. We're doing a 止痛很麻烦。 Thumbs and lower leg, no side effects. Wonderful. Where's the other guy? Next door, he's a bit worse. Scan scanner, let me know when she stops screaming. 啊，就这样哦。对，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办法检查，他要检查。 Yeah, that's because we can't flex the neck. Keep the hockey stick straight up. 对，这边他头部撞伤，他一定要固定颈部，但是一般插管他要把那个头往后仰，让嘴巴、喉咙还有气管趋近于一直线，哦，这样子可以比较看得到声带，那比较容易说把管子放进去。如果说没有插准，插到食道，然后又没有及时发现，患者是可能会缺氧、脑损伤甚至死亡。我们都会有那个检查的一个方法。那比如说这边它是有影像嘛，那它就可以比较容易说看那个管子它有没有通过声带。
那或者是我们可以听他的肺部有没有呼吸音，再去看他肺部有没有起伏。但最可靠是接仪器，然后去测他那个吐出来的气，看有没有那个二氧化碳的一个波形。因为呼吸它会持续吐出二氧化碳，那胃啊食道不会，所以如果有看到稳定的波形，就会知道说，插对了。其实插管它的危险度还有难度不低。Probably anticoagulated with what? First time here, there's no medical records. 对，像这个出诊，然后他没有用到记录，就这很麻烦。 If mannitol to reduce brain swelling, then right up to CT. Good Samaritan dude has a small left temporal interparenchymal bleed. No epidural, no subdural, no midline shift in the brain. Oh, that's good news. An artery is totally transected. The smooth muscle and the tunica media contracts with hemostasis. But if it's a partial cut, get out your umbrella. 那动脉整条被切断啊，血管壁它会反射收缩，发生血管痉挛的一个情形。那它比较容易自己说减少出血，那甚至说可以到止血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部分破裂，它血管是没有办法回缩。那高压的动脉血它会持续从伤口喷出，那个会比完全切断的更难止血。I'll stabilize the knee for the reduction. Dr. Langdon will be distracting distally 哦， before 听起来好 moving 痛。 immediately to clear the 很 tibia. 痛啊。对，这是脱套衫，我没看过哎。We talking about press gaining scores, patient satisfaction. 在急诊还要 KPI。 Our goal is 36%. Very satisfied with their care. Your department is at 8. 其实正常的一个急诊环境下，那个患者他基本上不可能满意啦，因为患者会希望说有人去跟他关心啊，或是跟他说告知进度，在急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医生就是发现说这一床他暂时安全，没有命危的一个风险，他就往下一床，因为他们在处理的是救命的一个状态，他没有办法说解释。其实有做过那个研究，就是说医护人员他在什么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下，他的那个诊断然后治疗会是最准确，最好是低度正向的一个状态下，他的情绪是比较平的，但是他又是正向的，然后但是又不能高亢，因为他可能会让他的那个诊断过于乐观。其实医生职业一段时间，尤其在那个急诊的这个部分，他的确都会让自己情绪会区隔，就是他只要一进入到工作状态，就大概会呈现这个样子。人类那个专注力，他是没有办法说就是同时这边高速运转，然后同时又跟你在那边寒暄的。Doc, it ain't working. And whatever they're giving me is not working. No response to next situation. Should I send in the fleet? 对，那其实很多人真的会到急诊灌肠。那像有一些那个长辈，他会习惯性便秘啊，然后他灌肠没有效，他是要用徒手挖。便秘它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那大家也可能觉得就是说还好，但如果说因为粪便中它是有细菌的，所以如果你的便秘太久，它是有可能那个细菌跑到血里面。Good catch on bar 5 Billy. There's an aspirated tooth on chest X-ray. We've been dead in a week from a lung abscess. 对，所以其实很多医生他做出一个准确的救命判断，患者不知道，那他只会觉得说，他在医院啊，然后就是多待了几个小时，然后医生就跟他说你可以回家了。他其实已经帮他排除很多致命的风险。I was fine until about 2 weeks ago after the Rochester Marathon. Any falls or injuries? Just tired, sore muscles. 他这个在剧中啊出现这个代表横纹肌溶解， God, no. No, I do want to. 这要赶验 CK 啦。 Doctor yet? No. This morning. Little pimping, okay? Otis? 晕针。 Otis? Didn't take him for lightweight, huh? Shit. No pulse. 所以心脏骤停。这边其实如果是不是在那种就是设备充足的地方，他应该要先压胸。通常压胸跟电击是选哪一个先呢？电击对它是很有效的，然后对它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先压胸，在你还没有接上机器之前，压胸可以维持它的那个灌流，可以让脑部不会缺氧。有时候那个差几秒差很多。那建议大家都去学基本的 CPR， 压胸的位置就在两个乳头它连线的一个中间。那压的时候，你就是双手交叠，然后手肘打直，每分钟压100下。那压其实要压蛮深哦，要压5公分，对，然后要持续压，不要停。所以如果你真的有看到有人倒下，要先确认说他有没有办法叫醒。如果说叫了，然后没有反应，就要叫人帮忙。那第一个要打119，然后再就开始压胸。其实压胸的时候，它的力道很大，所以它有可能会把那个肋骨压断。很多人他会不敢嘛，那其实台湾有一个紧急医疗救护法，它是有免责条款，就如果你是出于善意做了以后是不会有问题的。那假设就是我们想测，其实这个人不用压。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会担心说不用压，然后去压会不会对他反而造成一个伤害。
不会，因为胸廓神经它很敏感，如果它的状态是轻微，然后不需要压，你压下去它会很快就有反应。比如说它会挣扎，然后会呻吟，会把你的那个手推开，所以你看到你就会立刻停手，不会有什么伤害。Healthy 31-year-old VTech arrest 2 weeks after triathlon. NSR with 1 shot. Pulse 98, BP 110 over 60. He's a little young for mine. VTech again, 200 joules. Charged and clear. What are you doing? 1 gram calcium glutamate, IV push. We don't have the labs. Look them on. Widen QRS and peak T-waves, hyperkalemia. Intense exercise caused muscle breakdown, rhabdomyolysis, knocked out his kidneys. Now he's not clearing potassium. I've been over 7.5. Wait 2 minutes for the ice. If you're resting, we might not get him back. Yasmin, you got him complained. My ass. Not yours. 心电图它的波形是不符合高血钙，这是致命级的高血钾，这个一定要立刻处理，因为患者他很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他就会死亡。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他一直在盯，他就是在盯那个心电图。急诊他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那个团队分工，就是谁负责盯什么仪器。QRS narrowed. Much better. Potassium is 7.7, creatinine 5.6. Ordering 10 units of regular insulin. 对，那这边胰岛素它会活化细胞上的一个钠钾帮谱，那让那个血钾它会往那个细胞内移动，那血钾就可以降下来。那胰岛素它同时会让你降血糖，所以它要加葡萄糖，避免说患者出现低血糖的状况。Why insulin glucose? Shift potassium intracellularly. 那每一个医生都要考试的。对，那血液透析它就是洗肾啊，那是要到很严重才需要洗肾。他现在是肾功能比较差，然后没有办法自己过滤毒素，要帮他洗，但是他应该是会恢复，然后他恢复以后是可以自己过滤的。Give you medicine to lower your potassium, and you'll need dialysis to clear it all out. You might need a week or 2. 对，所以他过1-2周他是会好的啦。 You really need to hydrate like crazy. 对，他这边跟他讲说要大量喝水是对的。横纹肌溶解它发生几率很低，大概就1/1，会发生的关键是当次的运动量超出过往极限太多。横纹肌它是细胞自我毁灭，只要你的运动量超过你的那个细胞能负荷的一个程度，那肌细胞就会把 ATP 耗尽，那细胞膜上的钠钾帮谱还有钙离子的帮谱作用就会失效，细胞外的钙离子它会大量涌入去活化细胞内的蛋白分解酶还有磷脂酶，导致细胞死亡。那避免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要加强你的运动强度，你就是渐进慢慢加强，不要突然去过量的运动。然后另外就是在运动前，然后运动中，然后还有运动后，你都要大量补水。Otis's BP is crashing, 7/50, still waiting for dialysis. 15 liters non-rebreather, please. Crap. Diastolic collapse of the right atrium and right ventricle. Tamponade from uremic effusion. That's why his BP is low. Yep. Too much fluid and pressure around the heart, chambers can't fill. 这是横纹肌溶解才引发的。对。 25 in propofol. 哦，他要给他用 propofol， 这个有点奇怪。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说，那个 K 他命它是可以在你血压比较偏低的时候，可以让你血压比较稳定的一个麻醉药。那其实像 propofol， 它是会让你血压有点降低，所以其实低血压的时候不能用 propofol。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熟悉的麻醉医师？对，麻醉医师还是急诊医师可以帮我解惑一下？我不确定是不是我记错。 That's why his BP 25 in propofol. 10 cc's of lidocaine with epi pericarditis tray. I have to get the room No, just open a central lidocaine. Central lidocaine. 对，所以你看他的确他打了以后，他那个血压就下降了。 Reading. cc should be enough. 这是什么？心包膜积液。 Good. Next we'll. 身体里面有一些发炎，然后毒性物质，然后去刺激那个心包膜。那心包膜它就包在心脏外面的一层膜，那些毒素啊，它去侵袭这个心包膜的时候，会有液体跑出来。心包膜旁边那个液体太多嘛，整个心脏是被困住。 89-year-old woman from the SNP. History of emphysema, 哦 CHF. 这个就是压胸的机器，我就忘记它叫什么，心肺复苏机吗？ Lucas chest compression system. Robotics. 哦，机械是他这边直接给我答案。因为其实那个压胸那个动作是非常累，急诊的时候啊，大家轮流准备排队来压胸，一个人那个压就是旁边会有人计时哦，压就压2分钟，对，你就压2分钟就换手，人手压胸，你的那个力量充足，然后精神好的状态，它是可以提供一个高品质的压胸。机械的话，它不会是第一线选择，大家都已经可能急救太久了，然后那个力量都没有了，就可能是这时候会上机器。这个机器它力道很大，它就每一下就是压5公分，不管是人手，然后或是用机器，只要压胸压一段时间，会有骨折或是胸肋分离的一个状况，对，这是可预期的。就是这样子急救，大概到多久？真的应该就是回不来了。半小时，半小时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他做了那个 CPR， 然后包含压胸，然后再就是可能每5分钟要给他那个肾上腺素，连续半个小时，
他都没有恢复的话，就宣判死亡。 Joseph Spencer, 79, fever and cough from assisted living. He has a history of mild Alzheimer's. Heart rate 130, BP 90 over 60, gave him 500 cc's normal saline. 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 Is it dinner time? I'm not really hungry. Temp 102. Holocaust sepsis. 2 sets of blood cultures, lactic acid, 30 cc's per kilo NS, a gram of ceftriaxone, 500 of azithromycin, repeat lactic, then 3 hours. 那败血症它其实非常不容易判断，败血症就是感染，然后去引发全身性的一个发炎，造成器官受损。所以要确诊的话，他要抽血，还有细菌培养。那如果临床上患者他可能有感染，然后血压低、呼吸急促，然后意识改变的时候，就要考虑败血症。那如果确定是败血症，打点滴还没有办法稳定血压，必须要用到升压药的一个情况下，加上他血液太酸，这个就是败血性休克，就是他刚才抽的那一大堆东西。那刚刚那个阿公问那个晚餐时间是不是饿了？那就是有可能他神志改变的一个征兆啦。神志改变它通常会比发烧更早出现，因为全身发炎它产生的细胞激素去干扰大脑神经传导。那医学上这个叫败血症脑病变。假设就是家里的长辈本来就有一点失智，我要怎么分他是不是急性？急性神志改变它最大的特征啊，它是会大脑丧失注意力。所以如果长辈讲出怪怪的话，我们就顺着他的话去问一下一个需要稍微思考的问题就好。比如说你们刚才阿公说现在是不是晚餐时间，然后他也不饿嘛，我们就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先喝茶还是喝果汁？那如果他答非所问，对，这时候就是会判定说他应该是神志有出现改变。慢性失智的长辈，他通常是可以就是接续上对话，大脑它可以锁定在一个话题上。但是如果一个急性神志改变的状况的话，他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跟他讲话的那个内容上，他会整个飘掉，然后说眼神失焦。另外一个可以去看一下长辈的那个体温，因为他们免疫老化的一个情况，下视丘它的体温调节中枢，它对感染的反应是已经钝化，所以他在面临严重感染的时候，他是常常会没有办法发烧，会出现低体温。体温它降到36度以下的那个败血症长辈啊，代表他们的免疫系统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而且因为缺乏发烧的一个警讯的时候，常常会延误送医。Any chance someone can see me now? I've been here for like 2 hours. Unfortunately, Mr. Driscoll, there's not a patient still ahead of you. Some of them are severely ill. Yeah, and I got chest. 急诊最常听到抱怨。See something, okay? Not her. But isn't chest pain an emergency? I don't. It looks here like you got an EKG 5 minutes after arrival, so it's not a heart attack. Yeah, but I'm supposed to get a chest X-ray and blood test. 他这有可能是心脏病。 And you are next in line for lunch. Okay, so listen for your name. Excuse me. 那这边这样子等2小时太久，因为急诊它是有生命危险先看，它会用减伤分类，有分5级。这个患者应该是第2级，他到急诊5分钟就照 EKG 嘛，那这个是对的。那但是接下来他应该要去抽那个 troponin， 还有照 X-ray， 这样的确是严重超时。那但是是因为前面他塞了3个第1级啊，那规定是说第1级他要立刻处理，比如说心跳、呼吸停止。 那第2级就像他这个状况，他应该是10分钟内要处理。第3级是大概在30分钟以内，比如说骨折啦。第4级就规定说1小时就是撕裂伤啊，或者说你可能有一些蜂窝性组织炎，可能也没有发烧、没有感染的一个迹象，这是第4级。那第5级就是不应该去急诊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有人他感冒，然后或是有人他就是慢性病的药忘了拿。可是他说他等了2个小时还可以站起来跟他理论。对，没有错。可是。 这个情况它是没有办法排除的。急诊的时候，我们要综合患者的一个情况没有错，但是因为这个患者他讲的症状太典型了，抽他那个 troponin 是要看他有没有那个 NSTEMI 的一个状况。你看他的那个心电图，你可以去排除他是 ST 波形上升的那个急性心肌梗塞，但他没有办法排除他是一个 NSTEMI 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就是要照他的那个胸腔的 X 光，因为他刚才的那个叙述，他也很有可能是那个主动脉剥离。 I have a lethargic 4-year-old. No 4岁 no innocent illness, no fever, vomiting. Parents just couldn't wake him up this morning. Most of the lab results are in and they look great. Did you eat anything this morning? No. What about gummies? No, we're very strict about candy. Right? He gave me some gummies he got in Cleveland. They were in my coat pocket. Hot gummies? Yes. I'm so sorry. Hey, 这怎么可能猜到？不过我们那个以前在临床上，然后教鉴别诊断的时候，老师还有主治医师都会跟我们讲说，第一个要问患者有没有在用药。那他这个算？这算用药。BP is 150 over 90. 有点高。 Touch high. Forgot to take my damn Analico this morning. Oh, we'll get that for you. 降血压药是可以这样子的，直接给哦。确认他病史可以啊。
me up at like 2 a.m. Pretty intense. Lasted about an hour. Now it's gone. Any fever, vomiting? Nah, I never get sick. Well, the exam is pretty benign. I'm gonna test for gallstones. 胆结石真的很痛哦。Bingo. 1 stone, there it is. Do I need surgery? Should be able to manage with a low-fat diet, but we'll send off labs for liver and pancreas. Just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more pain. 就这样。 You want any PT? For Heart attacks can present as upper abdominal pain. 对。 Yeah. 没错，其实是标准的。就是我们那个如果说上腹痛的时候，除了看一下他那个胆结石，一定要照 EKG 的。护理师其实长时间啊，然后还有这种高强度工作，他们的那个知识很丰富。应该说那个整个医疗它是一个团队，所以大家都有那个各自注意的部分。对，所以其实就要合并要参考啦。那很多那个护理师判断很准确。哎，你看完你觉得怎么样？跟之前急诊的感觉？里面的那个场景啊，就是很真实，可是它太浓缩了。台湾跟美国不同，这些案例有一点差别啦。啊，那你觉得这部剧写内容？那我觉得里面大部分是写对，可是有一个那个 propofol 我还是不是很确定。还有那个减伤那边我觉得有问题啦。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为了凸显整个那个急诊室负荷不了。那你会想看下一集吗？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片，而且可以学习到蛮多东西哦。我今天刚好遇到一个患者，然后刚考过 EMT， 幼儿园院长，一个女生哦，很酷。考上以后，她就要那个被安排出勤。第一次去急诊就是美术课的时候，然后那个雕刻刀画得很深，是真的很深。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压迫止血，然后一滴血都没出来，然后等了3-4小时，然后就一直压着，一直压着。护理师就看我也没怎么样，说我在那边等了3个多小时。医生出来的时候说，看你这个没有什么样，你怎么了吗？然后我说我被雕刻刀划破，然后看起来没事啊，因为我说我一直压迫，我已经压了那好几小时，然后就是把它剥开，看到血都喷出来。真的。不是为什么要？不是开玩笑。不是为什么要再剥开来？不是他觉得没有血啊，他只是奇怪这是什么东西，然后看后来然后喷出来。